注意看，這個女人上一秒還在吐槽年代文裡的惡毒女配，下一秒就穿成了她本人，正被3個流氓拖進小黑屋，即將被未來千億大佬老公當場捉奸並拋棄。而這一切都要從她剛剛看完的那本小說說起。此刻，雨人驚恐地發現自己成了書裡那個嫌貧愛富、與人私奔，最終被侮辱、被離婚，下場淒慘地作死前妻江蜜。他還沒來得及消化這個晴天霹靂，流氓就從他身上搜出了一張結婚證，上面的名字正是他和未來的大佬老公沈彦辰。按照原書劇情，他接下來不僅要被這3個男人吃錢抹淨，還會被前來捉奸的沈彦辰當場提出離婚。江蜜瞬間求生欲爆棚，他絕不能重蹈覆轍，他要逆天改命。他抄起一塊破木板砸暈一個流氓，拼了命地逃了出去。可剛跑沒多遠，就被追上來的流氓再次堵住。就在這絕望之際，一道冰冷的身影從天而降，正是他那便宜老公身居高位的沈團長。沈彦辰一個眼神，手下就將幾個流氓錢翠利落地制服帶走。然而得救的江蜜還沒來得及高興，就迎來了沈彦辰那句冰冷的"我們離婚吧"。江蜜怎麼可能同意？她深知眼前這個男人未來會是何等權勢滔天，而原主離婚後的下場又是何等淒慘。她立刻收起所有尊嚴，死死抱住沈彦辰的大腿，堅決不離婚。回到家屬院，沈彦辰對她的厭惡更是毫不掩飾。他不僅嫌棄地打掉江蜜遞來的水杯，寧願自己重新拿一個。晚上更是直接睡在冰冷的地板上，彷彿他是蛇蠍毒物。江蜜這才從鄰居的閒言碎語中得知，原主當初為了嫁給沈彦辰，竟用跳河碰瓷的手段，逼得沈家拿出了8000塊的巨額彩禮，這在當年相當於未來的800萬。難怪沈彦辰對他恨之入骨。江蜜下定決心，必須盡快賺錢還債，然後才能理直氣壯地考慮未來。很快，他反擊的機會就來了。鄰居羅太太當眾炫耀丈夫送的新款鳳凰牌自行車，還陰陽怪氣地嘲諷江蜜夫妻不和。江蜜絲毫不怵，直接點破羅太太的丈夫常年不回家，送再貴的禮物也不過是物質補償。更是在眾人鄉下人沒見過自行車的嘲笑中，她瀟灑地騎上車，在家屬院裡上演了一場個人秀，驚呆了包括暗中觀察的沈彦辰在內的所有人。江蜜直接一巴掌扇了過去，緊接着一通邏輯縝密的輸出，反將一軍，把對方的閒言碎語上升到監視上級軍官圖謀不軌的高度，嚇得對方老公羅連長趕緊跑來道歉。江蜜的強勢和聰慧讓沈彦辰對他的印象開始悄然改變。然而一封來自原主私奔對象發哥的信再次點燃了他的怒火。江蜜誤以為對方是未來的港圈男神，正興奮地盤算着投資大計，卻不知沈彦辰已將這一切誤會為他賊心不死。江蜜大大咧咧地讓沈彦辰送自己去城裡見發哥，卻發現所謂的男神竟是個猥瑣的黃毛混混。這混混不僅就是重提，還企圖在飲料裡下藥。千鈞一髮之際，一直偷偷尾隨的沈彦辰帥氣登場，一招調虎離山，讓黃毛自食惡果，喝下了那杯加料飲料，隨後被當成流氓抓走。回程路上，沈彦辰嘴上責備他愚蠢，卻掩飾不住眼裡的關心，甚至給了他50塊錢讓他隨便花。江蜜拿着這筆啟動資金做起了滷味生意，他將在現代學到的手藝發揮到極致，把沒人要的豬下水做成了香飄10里的美味。起初嘲笑他的鄰居們嘗過之後紛紛爭相，小攤前瞬間排起長龍。江蜜搖身一變成了遠近聞名的肥腸西施。沈彦辰本以為他會亂花錢，沒想到他竟靠自己的雙手做起了生意。雖然嫉妒他做的美食人人都可品嘗，但內心深處卻對他刮目相看。好景不長，江蜜那吸血鬼一般的原生家庭找上了門，弟弟耀祖張口就要60塊，被拒後竟敢動手。沈彦辰再次化身護妻狂魔，一腳踹飛小舅子，霸氣警告。這次經歷讓江蜜意識到，必須拿回那8000塊彩禮，徹底與這家人劃清界限。他回到村裡，面對父母的指責和謾罵，他臨危不亂，編造出一個神秘高人和賺錢秘方的故事，以3000塊一個人的品牌加盟費為誘餌，成功從貪婪的父母手中騙回了屬於自己的8000塊錢，並立刻坐車返回。然而他低估了家人的無恥，發現被騙的母親和弟弟惱羞成怒，竟喪心病狂的聯合人販子，在半路的大巴車上將江蜜再次綁走。而此時沈彦辰正帶隊執行任務，
目標正是這夥人販子。他眼睜睜看住江蜜被抓，卻因任務在身無法立刻相救，內心飽受煎熬。在江蜜憑借智慧與歹徒周旋，即將遭遇毒手之際，沈彥辰再也無法忍耐，不顧紀律衝出隊伍，上演了一場驚心動魄的英雄救美。這次共患難徹底融化了兩人之間的堅冰。當晚，他們變成了真正的夫妻。沈彥辰帶着江蜜回到首都見家長，本以為是幸福的開端，卻遭到了婆婆的強烈反對。婆婆認定江蜜是拜金女，為了騙取那8000塊救命錢，才賴上自己的兒子。面對婆婆的羞辱和誤解，江蜜心如刀割，她當場將8000塊錢拍在桌上，提出了離婚。沈彥辰這才將江蜜所有的委屈和付出全盤托出。婆婆得知真相後追悔莫及。離開沈家的江蜜，憑借一手滷味絕活，在首都白手起家，生意火爆，很快就闖出了肥腸西施的名號。戲劇性的是，毫不知情的沈彥辰堂弟，竟想把這位能幹漂亮的老板娘介紹給為情所困的表哥，上演了一出我給我表哥和他老婆安排相親的烏龍大戲。誤會解開後，沈彥辰為了追回老婆，更是放下團長架子，親自到攤位上繫起圍裙，對所有覬覦江蜜的顧客宣布主權。看什麼看？我是他男人，國家發的那種。就在两人感情日漸升溫時，被競爭對手保釋出來的江蜜父母再次找上門來撒潑打滾，企圖訛錢救兒子。沈彥辰再次出手，用沒有身份證的理由將這對無賴父母送進了拘留所。然而，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。競爭對手強哥竟夥同江蜜的父母，趁沈彥辰不在，綁架了江蜜，逼問滷味配方。就在強哥準備殺人滅口時，沈彥辰及時趕到。搏鬥中，為保護江蜜，沈彥辰被強哥一刀刺中，倒在血泊中。醫院裡，沈彥辰生命垂危，他那對覬覦房產的二叔二嬸竟趁火打劫，逼迫婆婆交出房產。為了保住家，江蜜急中生智，謊稱自己懷孕。混亂中，二嬸將她推倒在地，江蜜竟真的見了紅。所有人都以為孩子沒了，醫生檢查後卻帶來一個驚天喜訊：江蜜不僅真的懷孕了，懷的還是一對雙胞胎。這個意外的驚喜，讓所有陰謀詭計都成了笑話。在江蜜一聲聲再不醒來我就帶孩子改嫁的深情呼喚下，沈彥辰奇蹟般的甦醒，經歷了生死考驗，兩人終於徹底交付真心。而那些作惡多端的人也都得到了應有的懲罰。江蜜的吸血鬼家人在牢裡一家團聚，過上了刷馬桶的好日子。1年後，江蜜順利生下一對龍鳳胎，和沈彥辰過上了幸福美滿的生活。